1865年8月15日，在岐阜县山里的古河村诞生了一个男娃，他的名字叫旧井梦男。他的家族据说出自千叶长印，男娃的父亲叫旧井印氏，通称宇佐卫门，母亲是和合家的女儿。从小他就特别爱看书，不管是学习书法还是背诵古书，都全心投入。成长过程中，他对历史、医学、佛经与圣经这些书籍充满了好奇，家里藏书总是不够他看，挡不住他一页接一页的渴望。年轻的时候，他曾经远行到欧美和中国，想要亲自去理解不同文化和思想，但他发现自己跟当时的社会价值观格格不入，处处碰壁，也常常陷入生活困顿。不过他始终没有放弃。这些年下来，他一边生活一边锻炼内心，他相信总有一天能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。1904年，39岁的旧井梦男受命加入台湾总督府设立的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，负责调查台湾人文与社会制度。任命书署名者为时任总督而与原太郎与调查会长后藤新平。这次他将要面对的是和日本全然不同的社会与民族。他在台北东门街安身，靠近今日的国家图书馆就职。白日里外出调查，夜晚翻阅资料。简朴的宿舍成了他理解台湾社会的第一个据点。起初他被列为庶务挂雇员，1906年正式登录于总督府文官职员部。1908年他转任为第一部主托，专责调查台湾法制中与公司法相关旧惯有关的部分。主托是一种短期合约制的专业聘用职位，虽非正式公务员，却肩负制度重建的任务。这份工作不只是记录风俗，而是要理解制度背后的逻辑。他见过律条，却见过更多受苦难的人。久而久之，他明白了，制度固然可以写清楚，但人心却未必能被定义。后来旧井梦男结束了在台湾的任务，他离开的时候没有带走名利地位，只在内心里烙印了一个问题：人的苦是法律能解决的吗？旧井先生在世界四处游历之后不久，便开始寻求人生中安心立命之道，而决心进入修行之道。为了达到安心立命之境，于是到京都的寺庙坐禅修行3年，渴望从中找出人生的答案，然而始终未果。大正11年3月上旬，他带着一念决心，若此生不得安心立命，活着又有何意义，便只身前往鞍马山，展开断食与静坐。他以小食为记，每过一日丢去一颗，日复一日，他感受到自己的体内开始与天地之气产生微妙共鸣。第21日的深夜，一道强烈的宇宙能量从头顶灌入，他瞬间昏厥。醒来时，他的意识不再只是自我，而是与整个宇宙合为一体。他切实地感受到，我即宇宙，宇宙即我。旧井先生下山途中，因不小心撞到盘根错节的树根，血流不止。他自然的双手扶上，数分钟后痛感消退，伤口愈合。他知道这并不是巧合。后来他在一个路边的茶摊休息，茶摊老人的女儿端着早餐走来，旧井先生发现她的半边脸是红肿的。茶摊少女说她牙痛3日，旧井只得同意后，双手盖住她的脸颊。数分钟后，疼痛消失，肿胀退去。当晚他回到寺中，老禅师因关节痛正躺在床上，旧井先生再度用他的双手消除了他的疼痛。此时的他意识到自己所拥有的治愈能力，这与鞍马山上的高峰经验相同，都是体内的能量跟宇宙的能量波动相互共鸣的结果。从鞍马山下山后不久，旧井先生觉得应该将自己这种来自上天的启示与体验跟大众分享，以手按手疗法作为入口，
进而使人理解到人生的目的就是进入安心立命之境。臼井瓮南遂于1922年春，在东京青山元素设立了臼井灵气疗法学会。臼井先生曾在东京的一间收容所中行医，疗愈无数身心病苦者，但他渐渐发现，许多人即使病愈后，仍反复回到这里求助。身体之所以未痊愈，是因为生活无方向，心中无依靠。那时他才明白，单单医好一个人的病是不够的。如果人们不懂得如何怀着感恩的心去生活，苦就会不断重演。于是他开始教人如何疗愈自己，也教人如何安顿内心。他写下了灵气5戒，作为这条路的起点。大正12年西元1923年的9月，关东大地震突如其来，数万人伤亡，城市化为断垣残壁。臼井先生不顾自身安危，数日之间往返街巷、医院、废墟，不知施疗了多少人。他没有说法开示，没有开坛讲道，只是用双手和一颗平静的心，陪着伤者熬过最难的时刻。1925年，因元素道场已不敷使用，臼井将学会迁至东京中野。学员中不乏海军军官、医师、教师乃至地方士绅。灵气不再是个人之法，而逐渐成为一种疗愈的文化。灵气疗法学会在东京中野日渐壮大，臼井仍每日亲授。对他来说，灵气不是法术，而是一种生活态度，正念、感恩、自律与慈悲。他年过60旬，仍亲自前往日本各地推广灵气。无论是在都市道场或乡间平房，他总是微笑着用双手疗愈人，用5戒教人疗愈自己。大正15年西元1926年3月9日，臼井瓮南先生于教学途中病逝于福山，享年62岁。他离开的安详、无惧无憾，如他一生所教。弟子们将他安葬于东京西方寺，集资立碑以颂其德。碑文称：修养炼魔之时，积累于内，得之称未得；广传拯救之道，施之于外，得之称未功。功高德大，始成宗师。臼井瓮南的生命虽止于一人一世，灵气却从此流传世界。他从不自称大师，却留下了最朴素也最深远的启示：安自己的心，照亮别人的路。